大家好，我是小梦。上天的安排才是最好的安排。在人们不开心的时候，往往会抱怨现状。有些人抱怨自己才华被埋没，有些人抱怨自己出身低微，有些人抱怨生长环境糟糕，有些人抱怨命运不公平。但实际上，任何的抱怨都不会给你带来所谓的平反，只会加重你的思想负担，使你陷入泥泞不平的道路，难以自拔。如果一个人把时间都花在抱怨上，他就会对周围的一切斤斤计较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不断地陷入其中，就像逆水行舟，他的人生会越活越困顿。所以最明智的前进之道就是安之若素，随遇而安，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无论何时都不要抱怨目前的现状，让心能够接纳每一刻的当下。当一个人抱怨时，他就处于一种痛苦、焦虑的状态，与当前的人和事格格不入。因为心门没有打开，所以才会生闷气。只有打开心门，新鲜的空气才能进来，明媚的阳光才能照射进来，闷气才会被冲淡、消散。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每一次与当下接触，都是美好的缘分。心灵有了空间，才能法喜满溢，像一个空杯能装满水一样，每一个瞬间变得清澈明亮，自然会让人感到喜悦，充满希望。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如此才能找到人生的幸福和美好。如果一个人内心不断抱怨，不如意的事情就会一直发生，他的一生就会不断在得失衡量计较中度过。好的事物从哪里来呢？实际上，事情做不好与你现在的心态有关。心情愉快，一切都万事顺利；心情不愉快时，一切都会与你的意愿背道而驰。所以凡事都要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，坦然地得到，坦然地失去，坦然自若，顺其自然。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无论是顺境、逆境还是绝境，都没有区别。境由心造，心由事别，事性若停，自无分别。无常亦是有常，有常也是无常。面对一切都心生欢喜，欢喜随缘。人生的幸福和美好，其实就是与当下的每一刻相连接。时间流逝的线条，就像一首美丽的诗，所有的困难和迷茫都会消散。这一切冥冥之中皆有定数。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那是积极、乐观、阳光的心态。
是真正觉悟后的修养。如果懂得一切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，那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。所以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抱怨现状，抱怨只会增加痛苦。将黑暗转化为光明，这才是积极面对人生的力量。不仅仅是顺从命运，而是超越无常之后的广阔境界。世界上的灾难和苦难虽然令人害怕，但归根结底是由人的内心塑造而成的。善良和邪恶同时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，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恶魔。从古至今，人心就是佛与魔的战场。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世界上没有巧合，尽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那也是心境的投射和业力的回应。如果遇到不顺心、不如意的事，要知道这是为了全令我们，另一方面可以化解前世的业力，是我们上升到下一个层次的助推器。觉悟的人，他们超越了善恶的对立，看透了尘世的真相，一切都是因果循环的结果。善良的存在有其原因，邪恶的存在也有其原因。这些安排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你赶快觉醒。在这里分享一个寓言故事。有一位国王，他常常抽空去森林打猎。每次他外出打猎时，最喜欢带着他的宰相一起前去。而这位宰相的口头禅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有一次，国王兴高采烈地到森林打猎，他追逐一只花豹，直到花豹精疲力尽。国王举起弓箭，将花豹射倒。他非常开心，下马检查花豹的情况。然而花豹在垂死之际，用最后的力气扑向国王，咬断了他的小指头。国王非常生气，责怪随行的人为何没有及时救他。这时宰相说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回到皇宫后，国王越想越不高兴，于是请宰相陪他喝酒消愁。宰相笑着向国王敬酒说，国王啊，少了一个小指头，总比少了一条命来得好吧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呀。国王听了非常不开心，认为宰相根本就是在说风凉话，随即命人将宰相关入大牢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，宰相仍保持淡然的态度。尽管如此，也深信这是最好的安排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国王伤养好了，就独自出游打猎。走着走着，竟然在偏远的山林里迷路了。这时突然出现一群土著，将国王给抓了起来。原来这群土著正在找寻祭祀的祭品。隔日，国王被绑在祭坛上，旁边放着一个大铁锅，锅底的柴火正烧得旺盛。
他们正准备将国王作为祭品时，祭司突然发现国王左手的小指头少了半截，因为献祭的祭品必须是完美无残缺的，否则神明会不高兴的。所以酋长只好下令将国王给放了，重新再寻找完好的祭品来献祭。此时死里逃生的国王欣喜若狂，即刻逃离土著的部落，赶回宫中后，随即命人将宰相给释放了，并且在皇宫花园设宴，为自己保住一命，也为宰相重获自由而庆祝。国王对宰相说：“爱卿啊，你说的真是一点也不错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如果我不是被花豹咬了一口，今天可能连命都没了。”宰相回国王说：“是的，我的国王，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国王突然问宰相说：“寡人救回一命，固然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可是你无缘无故被我关在大牢里，这又怎么说呢？”此时宰相尝了一口酒说：“国王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不是在牢里，那么我势必要陪伴您出游，而您被土著发现不适合拿来当祭品，那么谁会替代您当祭品呢？不就是我吗？所以我还要感谢国王救了我一命。”国王忍不住笑道：“果然没错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呀。”人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，自有上天的美意。虽然在当时或许让人如此难受，但事过境迁后，将会发现自有其意义。所以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，要相信这一切自有上天的安排，不要懊恼，更不要沮丧，因为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我们好好的做人，不做伤天害理、有违良心的事，那么一切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对于这次的主题，你也是感同身受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就帮我按赞、分享，让更多人受益。最后，请不要忘记按下订阅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优质影片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